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又一新剧为播鲜火，男主男配一个比一个亮，真的太养眼了。近几年，随着传统文化热度的上升，古装影视剧也开始在剧情中融入各种传统文化元素，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。早些年，古装剧大多围绕中国的传统元素或特定行业展开，在此基础上设计精彩剧情。但近几年，这样的古装剧在市场中就比较少见了。今年出了2部特别棒的剧，一部是杨紫和李现主演的《国色芳华》，另一部就是我们要聊的《蜀锦人家》。这些剧可能都反映了现在大家对文化自信的重视，还有女性成长剧的流行呢，都挺值得一看的，值得推荐。《蜀锦人家》这部女性传奇剧是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，谭松韵、郑业成和京超领衔主演，张浩维、陈晓云、王艺诺等也参与了演出。这部剧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传奇，非常值得一看。这种剧通常包含2条主线，一条是女主角的奋斗史，讲述她如何努力打拼，最终实现财富与成功的故事；另一条则是情感线，描绘了女主角与男主角、女配角和男配角之间的爱恨情仇。整部剧以这2条主线为主线，编织出一幅生动紧凑的叙事画卷。第一条事业线就是咱们的女主角，那个火辣辣的蜀中辣娘子季莺莺，谭松韵演得真好，她可是拼了老命，一路闯过重重难关，硬是把蜀锦给推广到了海外，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咱们蜀锦的厉害。故事发生在晚唐，那时候的唐朝繁华的不得了，蜀锦在那个时候特别火，大家都觉得她特别美。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爱追捧蜀锦，觉得它跟金子一样珍贵。以锦代响，寸锦寸金，这种说法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是真的。蜀中的益州可是蜀锦最红火的地方，但别看表面风光，其实暗地里，益州各方势力都在悄悄使劲，暗流涌动，谁都想分一杯羹。季家蜀红丝千金难买，被赞誉为蜀红独艳，群芳失色。季家有个小娘子叫季莺莺，她个性率直，敢作敢为，聪明伶俐。在染丝方面，她天赋异禀，技艺高超，而且特别痴迷于染丝这门手艺。在男人的世界里，她毫不退缩，一个人闯出一片天。为了自己和家族，他奋力打拼，既要防着对手的暗算，又得小心敌国对染丝技术的窥视。他可是个厉害的角色，啥也不怕。益州蜀锦产业面临危机，季莺莺勇敢地站出来，主动挑起保护工匠的重任。他与杨静兰联手，巧妙地与南诏周旋，让蜀锦产业重获新生。这段故事传为佳话，展现了季莺莺的担当和智慧。第2条线也是我们最期待的，那就是小辣椒季莺莺和3个性格大不相同的男人间的爱恨情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她和这3位男士之间的复杂感情故事。郑业成演的杨静兰是锦王家的庶子，小时候就出去闯荡了。多年后，她突然带着警官的名头回来，可回来后整天就知道玩乐、斗鸡遛狗，完全是个纨绔子弟。时间长了，益州的人都觉得他就是个顶着短命官名头的废物。季莺莺刚开始也是这么看他的。他回来费了这么大劲，其实都是为了查一个好多年前的谜案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隐藏真实意图，迷惑敌人。那些花里胡哨的伪装都只是障眼法，没想到调查过程中竟然和儿时那个爽快的季莺莺走得很近。
原本只是对他好奇，但没想到越来越投入，多次帮他解决难题。郑业成演技超棒，长得也帅，他以前还是学武生的呢，所以耍枪武打对他来说都不在话下，真是个人魅力十足。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经常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作品也相对较少，但实力绝对是有的，这一点不容置疑。京超演的是南诏的白王盛丰泽，他这个人狡猾得像只狐狸，高冷又固执，总是对别人一套说辞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在益州，他老惦记着各家的独门秘籍，特别是季家的染丝秘方。他就想了个办法，借着赵家的手给季家添堵，想搞到手这个秘方。季英英的染色技术在蜀地一战成名，吸引了他。他原本没料到会喜欢上季英英，但感情这东西有时就是难以预料。不过他始终是个理性的人，情感再深也敌不过理智。最后他还是决定掳走季英英，以此威胁杨静兰等人。京超简直就是为冷心冷清、事业至上的角色而生的。他之前在《复流年》里演的穆泽，那真叫一个独断专横。你别看他好像对你有那么点意思，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手中的权力。这个角色真是让人过目难忘。张浩伟演的是益州世家赵家的公子赵修元，他和季英英从小玩到大，感情特别好。但书上说，他后来为了守住家里的地位，就抛弃了季英英，娶了别人，真是挺让人失望的。看到季英英和别人开心聊天，他就怪罪他，骂他忘恩负义。不止这样，他还老算计季英英。更糟糕的是，他新娶的老婆也是那种一点小事就记仇、心肠狠毒的人，他也老找季英英的茬。这前任简直差劲透了，自私的要命。三个男人性格各异，赵修元那家伙真够呛，盛丰泽呢，挺难评价。如果京超演得够好，或许能触动大家的心，但想脱颖而出实在太难了。至于杨静兰和季英英这对欢喜冤家，看点十足。两人都聪明绝顶，联手起来简直无敌，太让人期待了。蜀锦人家早在1月份就已经顺利完成拍摄啦，听说他很快就会出现在优酷平台上，咱们一起期待他的精彩亮相吧。